你所在的公司有海外客户吗？有做海外市场吗？在最近1个月，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2023年全球贸易会出现萎缩。首先是全球集装箱仓库均已出现空集装箱密集压仓的情况，码头的空箱都堆满了。短期的海运减少，连日韩的造船订单都减少了。2023年全球贸易规则也正在巨变 ，WTO 上诉机构完全瘫痪，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也根本无法运转。中国在 WTO 明明赢下了芯片围堵相关的诉讼，但美国一边拒绝任命新的法官，一边继续对全部裁决提出上诉。另一方面，北溪管道事件又重创欧洲经济，能源、电力、粮食等价格飙升，居民购买力更低了。也就是说，之前2年我们外贸面临的挑战是国际供应链格局的重构，今年索性是连欧洲的需求都不行了。去年很多发达国家也都是贸易逆差，日本逆差 19.97 万亿日元，创下40年来的最高纪录，韩国逆差也是创下60多年来的纪录，今年2月逆差更是同比激增 2.3 倍，连德国都有1个月碰到了30年不遇的逆差。那这些种种不确定的事件，我们又该怎么联系起来看呢？2023年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我们又能寻找到哪些确定性呢？中国未来经济是否还能长期增长？为什么当下外贸遇到的挑战，我们不必过度担心呢？这些问题我研究了很长时间。本期视频后半段也会结合中国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的研究，给大家呈现一些与常识很不一样的观点。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本身也是有大的周期规律的。在过去近200年里，全球化有3个明显的下行期，仅有2个上行的黄金期。这2次超级全球化周期各自对应着日不落英国的单极时代与美国的单极时代，而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上行黄金期又有3个明显的爬坡。联邦德国、日本、中国曾各作为车头带动了一次。中国2001年加入 WTO 的时候，出口占 GDP 的比重是 20%， 加入 WTO 仅仅5年后就迅速上升到了 36%， 中国也推动了又一个崭新的迅猛上行的全球化时代。但超级全球化未必是未来的趋势。为什么超级全球化与有限全球化会这样反复交替呢？其中有什么规律呢？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鼓励本国出口，武力限制他国商品进口，追求的就是贸易顺差，赚取更多的金银。贸易保护制度在17世纪至19世纪会被西欧一切文明国家视为正常的政策。去看资本主义经济时会发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这些强国在工业化前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也就是推崇重商主义。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靠实行自由贸易就走向工业化的。为什么当时的人认为一个可观的贸易顺差对一个国家是很有利的呢？为什么要设置很高的进口税呢？因为当时作为普遍交换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就是金银本身，顺差越多，金银越多。西欧发现美洲后的一段时期，西班牙人抵达任何陌生海岸所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附近是否能发现金银。他们根据收到的情报来判断当地是否值得征服。但鞑靼人经常问的是当地是否有更多的牛羊，而对阿兹特克人而言，货币是可豆。俄罗斯也曾用茶砖当货币。亚当·斯密曾认真想过金银与其他动产的区别，看似鞑靼人更接近价值底层的真理，但斯密认为金银之外这些动产本身可以被消耗，某些富有的国家即使毫无出口，只是出于自己的浪费和奢侈，几年后就可以变得贫穷。贵金属虽然也在国内不同的人之间流动，但只要不流到国外，就不大可能被浪费和消耗掉。因此出口税低，进口税高，有利于积累金银。当然18世纪的中国更绝，以瓷器丝绸出口为主，对外国其他产品根本就没有需求。可历史证明，只有比较优势这张牌是不够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各个国家应该只生产他们拥有最高生产效率的产品就可以。
这样全球全社会的福祉自然会增加。但是古典经济学理论难以面对一个真相，就是种咖啡的国家种得再快再好，也不可能让国内大多数人喝上咖啡。很多经济理论忽略了国家之间真实存在的等级秩序，主流的发达国家往往更喜欢主动让弱国小国依赖单一产业，并保证弱国小国对此单一产业没有垄断性，这样就可以让弱小的国家持续陷入贫困，强国甚至会诉诸武力。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这些，有时候对小国强势施压的甚至不止大国，还包括大型公司。小国的经济结构、要素结构只能是大国帮规划设计好的。因此，高进口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护国家幼稚的产业。如果一个国家想尽快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就得先让自己的国内市场来支持。19世纪除了英国，别的国家都在实行贸易壁垒严重的重商主义。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内战后的美国都是这样。真正的强国没有全盘接受亚当·斯密的理论。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废除了谷物法，才开始强推自由贸易。为什么英国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时英国纺织业产能过剩，生产力也完全碾压其他国家。在回顾统计数据后，我发现19世纪自由贸易最黄金的30年，也是英国没有任何挑战者的30年。自由贸易时期，英国贸易体量上升的代价是更大的贸易逆差。而且在美国、德国2次工业革命成为新挑战者时，英国也重回贸易保护政策。最终一战后，英镑还是与黄金脱钩。全球贸易的一个真相是，只有在单一霸权的鼎盛期，才会出现超级深入的全球自由贸易。例如1947年，美国把马歇尔计划和关贸总协定联系起来，欧洲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不接受美国制定的新的工业分工，美国就不给援助。但如果有国家靠贸易打破了这种分工，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创下了当时历史记录。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同年，美国开始制裁日本东芝。86年，美国规定日本芯片只能限价出口美国，并保证开放日本本国半导体市场，确保日本5年内外国公司市场份额不低于 20%。随后又对日本价值3亿美元的芯片征收了100%惩罚性关税。日本先腾飞30年，再失去30年，也充分说明了美国不满足只用铸币税获取财富，后起国家想发展必定被抑制，也必定会被技术封锁。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发展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会发现发展是落后国家的增长，因为弱国只有增速比强国高，才能实现所谓的追赶与发展。如果美国每年增长 3%， 你也增长 3%， 你就会被说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而落后国家的发展模型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理应十分重要，却时常在研究中被忽略。比如在很多人看起来反常识的一点是，1995年脱胎于关贸总协定的 WTO 可是有100多个成员，但大多数成员在入世后的20多年里并没有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如果中国的增长真是得益于 WTO， 为何其他上百个成员国没有明显受益呢？中国从1987年就开始了复关之路，连续10多年的艰辛谈判过程险象环生，很多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其中中美谈判就进行了25轮。入世谈判代表施广生曾说，最长的谈判持续过6天6夜，吃住一直在办公室，感觉没怎么睡过觉。中美之间总共涉及了6000多个税号的产品，中国长期面临全方面的极限施压。直到谈判的最后2年，美国还在坚决要以下权益：外国寿险公司可进入中国市场，外资可控股中国涉及国家重大安全的基础电信领域。入世后，中国对农业的最高补贴支持额度不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 5% 等等，这都是不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却对很多技术出口都十分警惕，以至于当时高层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你们既不卖计算机给我们，又不卖卫星给我们，什么都不给，难道只想卖小麦和橘子吗？当然我们光吃小麦和橘子也能活下去，但我们没办法过得更好啊。
所以 WTO 开局时，我们确实是在和强大对手在进行不对等的较量。与其将中国后来 GDP 增长归功于加入 WTO， 倒不如说是中国通过了 WTO 这位考官严苛的考试。对此问题还有一个分析方式，我们看上面的数据，如果把1980后世界的40年分成两段来看，2000年后的20年，全球化程度无疑在总体上是不断加深的，但在这20年，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没有比2000年前的20年更快，甚至还下降了。这时候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就明确产生了，为什么1980年以来中国增长速度不只远高于像美国、德国、日本这种高收入国家，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呢？这个角度其实也会让一种理论难站住脚，就是中国起点低，自然增速快。要知道，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20-30年里，也在不同程度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都有较低的起点，但没有国家能实现这样的增速。我们再看一下墨西哥的数据，1980年墨西哥出口占 GDP 的比重达到 10%， 那时中国才 6%， 今天墨西哥这一比重已经达到 40%， 中国则略低于 20%。 墨西哥经济融入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不可谓不深，但是如果看超长期的增长的话，过去40年里，墨西哥的 GDP 增长速度仅是 2.3%， 也就是说，开放政策、高出口率在别的国家未必能换来长期高增长。这系列新角度的问题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国增长之谜》中提出的。书中展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谜题想要找到答案，我们的增长模型应该做全球比较，尤其是注意那些非西方国家的数据，这样也不容易只局限于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毕竟世界上也并不是除了西方就是东亚，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和谁比出个高下，而是为了在比较不同增长框架时控制更多的变量。在用了新的比较方法后朱教授的观点是，出口与消费可以影响短期的经济波动，却并不能真正推动长期的增长。首先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你都不会发现高消费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真要说三驾马车的出处，其实是 GDP 在统计上可以被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即使在凯恩斯理论中，消费也不占有特殊地位。经济不景气时，刺激投资、消费或者出口都会有一定的短期效果，但刺激投资短期、长期都有效果，因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供给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口不肯消费，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占有低。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早就没有穷国了，因为消费人人都会。像希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些长期保持着非常高的消费率的国家， GDP 增长反而更慢，所以也呼吁大家看好自己的钱袋子。我记得10几年前的高中课本上也会教大家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避免盲从理性消费，保护环境，绿色消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会背的扣个1。如果消费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那教给大家的应该是能多消费就多消费，牛奶喝不下大不了倒掉。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消费率低意味着储蓄率高，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扩大生产力，积累速度就快，储蓄率高不是坏事。这个时候前面的答案也就渐渐清晰了。中国在过去10几年真正具有独特性的数据，的确还就是储蓄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2年至今，中国内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这几个地区的储蓄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尤其是新加坡，即便有非常好的福利制度，但储蓄率比中国还高。以上是第3世界国家所在的不同地区的储蓄率，也符合各个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水平。目前我们居民存款余额更是达到了126万亿元，自然就没那么依赖外资。国内仅去年1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26.26 万亿元，加上企业储蓄更多。接下来的挑战是，如果能把它们转化成技术，就会变成更持久的社会财富。还有更多的调查数据可以从侧面印证，高储蓄的确是东亚人，特别是华人独有的特性。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 是一个著名的全球性社会调查机构，他们的调查数据支持过很多著名的研究。
最近一次有一个教育观念的调查很有意思，他们列出了以上11个重要的品质，问培养孩子哪些品质是最重要的，最多只能选5个。这个调查问了60多个国家地区的人，给大家3秒时间，大家也可以弹幕选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我估计选勤奋的不少，因为调查结果显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同勤奋是重要品质。勤奋的文化地域属性不明显，中国在对勤奋的认同度上也只是排在16位，但是在选择节俭品质的比例上，中国远超全部国家的平均值 11% 以上，而且东亚国家相对排名竟然都在世界的前1/3，所以相比勤奋、坚韧、无私等品质，节俭更有独特性，更能体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东亚文化的特征。节俭催生高储蓄，高储蓄带来高投资。前面说的消费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文件谈到促消费，实施措施却是聚焦好失业保险，加大对个体的帮扶力度，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如何保供稳价这些。不过社会上还存在一个疑问，就是储蓄率高会让投资率增加。过去城市化的加速阶段靠投资拉动很明显，但是城市化率见顶后又该怎么办呢？高投资驱动的增长也诞生了很多废旧产业园区，甚至有的地区有空城现象等等，这不该怪高投资吗？其实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过去的投资效率必须要提高，而不是要把投资减少。旧问题是投资效率太低了，转变中国经济结构就要快速降低投资率以增加消费力，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未来的硬科技时代实际需要更多的投资驱动，比如 ChatGPT总投资数百亿美元，是连续多年的大投入啊！我们关键是要加强公共投资监管，提升公共投资效率。未来消费率的提升不一定要靠降低公共投资来让出新空间，也可以靠2次分配和新的统计方式来优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要明白，中国消费率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方统计消费数据无法涵盖公司账户进行私人消费报销，此项支出一般被视为企业的经营成本。如果是耐用消费品，则可能被算作资本支出。大量企业主或者企业高层会通过公司账户进行私人消费，比如汽车购买、通信支出、吃喝宴请等等。这一方面拉低了消费率，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大量的个人所得税。如果未来的2次分配环节重新调整了这类公司公户私用的消费，也可间接推动真实消费率的上升。但一个国家着眼于超长期的增长与发展，与其关注出口率与消费率的增长，还是更应该着眼于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持久的增长比短期的刺激要重要，后续的增长动力就是海量的钱转变成长期资本做直接的科技股权投资，以及增加 R&D 投入，也就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要提高。因为中国本身也要面临从渐进式创新向激进式创新转变的新局面。根据测算，我国作为赶超型大国，将很有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在人均 GDP 不足3万美元时 R&D 强度突破 3% 的国家，这显然不是靠消费就能做到的。过去我们还曾担忧过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和陷阱之间是没有什么内在必然联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也是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只是那些国家没有实现向高科技附加值产业的转型，因为科技的布局不是临时3年5年就可以完成的，是要提前20年30年去规划，要水滴石穿10年树木。这2年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下降，也是因为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已经迈入了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水平。如果算上4个直辖市，不算港澳台，有8个省级行政区域已经跨过了这个陷阱。每个省的人口单独算，也不比拉美的一些国家人口少。未来5年自然也会有更多省份跨过这一门槛。沿海区域进入稳态增长后，接下来内陆城市会继续接棒，在未来几年增速不逊于沿海城市。很多人没意识到，去年江西的 GDP 增速是国内第1名，湖南、甘肃、云南、山西的增速也都进入了前6名。新生力量在孕育萌发，因此也不必对未来过于悲观，这也是我们相对日韩这种小国经济体所具备的优势。但是在最后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前面提到的这些优势我们在5年内保持惯性并不难，但作为一个上升大国，
今后10到20年，我们更大的挑战或许不是如何保持经济高增长，因为中国即便跻身高收入国家，也没法再拥有西方人那样的殖民历史条件。而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与公平问题，如何让未来的青年一代有更成熟的发展观，有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如何让世界变局与自身崛起实现真正的良性互动，这些挑战单靠勤俭节约、重视教育也是远远不够的。毕竟以往还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真正全部解决过这些问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期间，摸索出一套既符合自身国情，又可以被其他转型国家学习的新发展范式，是中国所需，也是世界所需。这也是中国未来独特的历史使命。愿20年后，有人面对沧桑之变，仍能自豪地感叹道：“神女当无恙，当经世界书。”